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：“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。2、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3、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。4、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，才能活着离开医院。目前存活人数20人，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。”话音刚落，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，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。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。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。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。各位病人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第1科室。众所周知，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。我身后有2款疫苗，左边为蓝色疫苗，右边为红色疫苗。请注意，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，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限时1分钟。帅哥，你先来吧。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害怕走上前，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，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：“选好了吗？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。”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我选蓝色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。”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：“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”小伙咬紧牙关，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。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，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仅过了3秒，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，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。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嘻嘻，真好玩，你选错了，下一个。”接着他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，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：“我选择红色。”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，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，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，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女子算是有点常识，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，女孩刚走出一步，身体突然僵住，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。女孩也选错了。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，因为2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，红色疫苗也不对，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？就在大家沉思之时，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，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。待我走到跟前，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你选蓝色还是红色？”“我选蓝色。”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。“好的，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”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，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，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，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。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，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。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，但注射的右腿；第2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，却注射的是左臂。也就是说，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。正如女护士所说，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。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，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；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，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。之后，我紧闭双眼，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